女人只想买把手枪防身，却完全不知手续竟会如此繁琐。首先她得申请持枪许可证，然后再填表登记，30天后等待相关部门通知。I need to get something now. Sorry, that's illegal. 这被旁边的亚籍男子听见对话，等女人失望地走出枪店，男子便主动上前搭讪，还表示立马可以帮他拿到枪支，但女人担心不会使用，可男子却说这个非常简单，于是带她来到无人巷子，拿出一把9厘米手枪，并且细心地教她使用方法。女人似乎天赋异禀，简单摆弄2次就学会了使用，同时男子还赠送了1盒子弹。而女人之所以迫切地需要手枪，是因为她刚经历了人生黑暗时刻。在不久前的一个傍晚，她与未婚夫像往常一样，带着爱狗在公园里散步。这时未婚夫用力过猛，将弹力球丢进桥洞，爱狗却屁颠屁颠地跑去捡球，结果去了很长时间都不见狗狗回来。于是2人深入桥洞寻找，原来被几个混混控制了爱狗。这帮人不仅喝得烂醉，还对女人动手动脚，甚至拿着相机在一旁录影。未婚夫也并非怂包，因为他懂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，迅速掏出钱包息事宁人。谁料混混不仅拿走钱包后，还要他们的戒指和手表，这让未婚夫无法忍受，果断出拳制止，因为那是他们的婚戒。可他的强硬态度却换来了一顿无情的毒打，2人双双倒地，还被打得满目疮痍。此刻的混混无法无天，竟然用相机记录了整个过程，时间整整持续了20分钟。事后2人被送进医院，可悲的是未婚夫当场身亡，而女人却昏迷不醒，直到3周后她才渐渐醒来，得知未婚夫早就离去。女人伤心欲绝，内心的创伤导致她感到极度恐惧，仿佛外界的事物都是那么陌生。即使是她勇敢地踏出家门，也感觉身边随时有人在跟踪。等她停下脚步查看，才发现那不过是匆忙赶路的行人，于是跑进警察局，找警官了解案件进展情况。不料警察办事效率低下，很长时间也依旧没有答复，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可女人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把手枪竟很快就派上用场，同时还成了她复仇的最好见证。她本来是打算买点酒喝，却遭遇老板前夫跑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没曾想前夫当场情绪激动，竟直接掏枪射杀了老板。而女人目睹了全过程，于是躲在角落一动不动。然而老天总爱戏弄好人，偏偏这时女人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前夫立刻警戒起来。他也没想到超市还有第3人，此时他肯定不会让目击者活着。女人急忙关闭手机铃声，但在这狭小的空间里，她已经是无处可逃。此刻男人尝试着寻找她，同时女人也在躲避他的视线。但有了上次的惨痛教训，女人决定先下手为强，直接开枪射杀了男人。这是他第一次开枪杀人，不仅手上没有一丝颤抖，反而觉得失重解脱。他赶忙擦拭手枪准备离开，却突然又停下了脚步。他来到收银台，然后拿走监控里的录像带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超市。随后他脱掉外套丢进垃圾桶，整个操作行云流水，仿佛天生就是干杀手的胚子。很快警察就封锁了现场。经过简单的调查了解，女死者是名越南籍移民，与男死者曾经有过婚姻关系。女人被前夫直接射杀，而前夫却又被自动手枪杀死，地上还遗留了3枚弹壳，其中1枚印有模糊的指纹。超市监控没有问题，但唯独有盘袋子被拿走，所有的线索也就此中断。但黑人警察很有经验，他通过3枚子弹只有1枚命中，便可以判断出凶手枪法很烂，又或许是他第一次开枪。同时收银台没有被盗取，也说明凶手是惊慌失措逃跑。显然他猜的一点没错。此时的女人正因杀人懊悔，但又害怕脑海里的那个陌生人。虽然是第一次杀人，但内心却又享受被支配的快感。或许这就是哲学家普罗提所说的，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。这时的女人想返回到工作中去，因为她是名电台主播，她想利用工作缓解内心情绪。可上司认为她更需要长时间休息，毕竟她刚经历一场生死变故，普通人都是很难走出阴霾。但女人依旧态度强硬，最终上司只好答应她的请求。殊不知黑人警察也是她的忠实粉丝，对她的遭遇有所耳闻。当听见电台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她也为这个勇敢的人感到欣慰。可女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，而是随性对节目做了调整，并向全国听众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她开始对这座城市恐惧，并且害怕城市里的阴影，更害怕接触陌生的人。起初她一直以为弱者才会恐惧，可如今自己也沦陷其中。正所谓一个人被恐惧侵袭，才会知道他的存在。经此一遭，女人感触颇深。于是她来到墓地看望未婚夫，直到深夜她才记得离开。等她坐上最后一班地铁时，城市的恶魔再次和她相遇。此时的车厢仅剩几人，而一旁的黑人混混桀骜不驯，大声询问白人小伙在听什么歌曲。然而小伙因戴着耳机，并没有察觉黑人的询问。没曾想黑人竟开始无故挑事，一把拿走小伙的 MP3， 吓得小伙就要逃跑，可黑人依旧不依不饶。一旁的老汉本想训斥一下，却遭到黑人无情的骚扰。由于身边还有年幼的小孙子，老汉也只好选择提前下车，而女人全部看在眼里。此时的黑人变得越发猖狂，目光看向了角落里的女人。随后他们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对女人开始了挑衅动作。可他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。You've been fucked by a name. 此刻的女人面无表情，甚至还有些解脱的快感。这已经是她第2次杀人。
他非常自然走下车，毫无愧疚地走出地铁站台。这时的女人也在假想，当时如果只是亮出自己的手枪，是不是所有的问题会解决？又或许有人稍微阻止，自己也可能不会痛下杀念。很快警车从身边经过，女人转身便走进了一间酒吧，她赶忙跑进厕所，脱掉身上的帽衫，突然就对着马桶吐。这时的女人才缓过神来，她简单的补了补妆容，然后平静地走出酒吧，但她还是莫名地往地铁站走去。此时警察依旧勘察现场，发现死者身上的钱财还在，基本可以排除抢劫的可能，但是遗留的弹壳却和超市的相同，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枪命中目标，假如是同一个人作案，那只能说明凶手进步得很快。另一边的女人回到了现场，想看看警方的调查结果，不料和黑人警察对视，正准备低头离开，可黑人警察似乎认出了他，于是上前询问他的姓名。女人很自然地说出名字和职业，还机智地表示想采访一下。黑人警察立马拒绝，因为他现在不能接受任何毒访，不然将会给工作带来麻烦。就此女人成功躲过一劫。然而第二天一早，上司找到女人，告知她改编的节目风格很受欢迎，希望她能在接待力继续保持。这是女人根本没想到的，但在她准备离开单位时，大门外站着昨天的黑人警察，她以为是东窗事发，迅速转头想要离开，可还是被黑人警察叫住。警察表示知道公园袭击案，当时他还去过医院看望女人，可由于女人当时正处于昏迷状态，所以并没有强行打扰。同时他还对女人的遭遇表示遗憾，而昨晚之所以叫住女人，是因为太太喜欢听他的节目。如今警察已经与太太离婚，但从第一眼就对女人有了好感，为了能够接近女人，他愿意接受女人的毒访。殊不知这就是女人想要的，因为只有了解警察的办案流程，他才能知道调查的方向。在一问一答中，女人了解到警察到达犯罪现场后，第一时间就是寻找证物，比如凶器、伤口、指纹等等。此时警察非常自信，但女人询问是否有抓不到的人，于是他看向对面的电视新闻，表示这个焦点人物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表面是经营停车场业务，而实际却是走私毒品枪支的罪犯。当时他老婆准备出庭指控，却发现脑袋中枪死亡。他的律师不仅帮他摆脱罪行，还争取到孩子的监护权。这种结果让女人咬牙切齿，但警察也只是一笑而过。And why can't you nail him? Because I follow the law. Well, there's nothing you can do. Nothing that's legal. 女人感觉非常诧异，警察立马感觉说错了话，同样女人也很识趣，果断将刚才的录音删除。很快两人结束了采访，警察留下了自己的名片，希望女人以后可以保持联络。从此女人更加坚信自己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决定，于是女人开始游走在黑暗中，寻找那些专做坏事的人渣。果然一个男人叫住了她，并把她当成了站街女。女人看到后座奄奄一息的女孩，就知道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于是主动坐进了车里。很快男人就露出了青面獠牙，竟用烟头烫伤她的手。谁料女人立马掏枪威胁，让男人赶紧支付揉捏女孩的费用。此刻男人假装先支付，但他怎么可能就此屈服？在两人刚离开不久，他便启动车辆，向着两人就开了过去。谁料女人迅速掏出手枪，连续射击，男人当场就见了上帝，但还是撞断了女孩的一条腿。女人并没有因杀人就立马逃离，而是抱起女孩等待救援，直到救护车到来的那一刻，她才渐渐消失在黑暗中。在第二天的发布会中，警察确定了最近的几起枪击案都是同一个人所为。同时这次和以往不同，因为此次正好有个目击证人。很快媒体对案件铺天盖地的报道，促使凶手成了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女人的上司也找到了流量密码，让她迎合听众的喜好，提高话题的热度。很多人开始打来电话表达观点，有人认为凶手就是惩奸除恶，而更多的人却反对这样的以暴制暴，认为直接宣判他人死刑就是在剥夺他人的生命，而该严惩的应该是那个凶手。瞬间女人陷入良心的谴责，决定到警局直接自首。可她还是举棋不定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，但舆论让她十分烦恼。最终她给黑人警察打去了电话，然而在闲聊中无意间看见新闻中的走私犯，于是她准备乘坐电梯紧随其后。进了电梯她才挂断电话，而走私犯则在谈论那些肮脏的生意。瞬间女人杀心爆棚，一直尾随在走私犯的身后。就在她准备出击，却被对方先下手打伤手臂。走私犯以为女人是狗仔，想对自己做的坏事拍照取证，然而他想错了。警察得知走私犯突然死亡，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，因为这并非是正义而是死刑。可就在他乘坐电梯时，无意间感觉这个声音十分耳熟，回想起不久前女人挂电话前也有一模一样的叮铃声。逃回家的女人被邻居发现，并带回家中帮忙治疗。女人告诉邻居自己刚杀了人，没想到邻居十分淡定，还表示在自己的家乡很常见，坏人给孩子提供武器，然后帮他们洗脑，并且让他们杀死自己的父母，来证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杀手。故事让女人陷入深思。第二天警察给她打去了电话，约她一起去趟医院。两人很快来到了病房，而床上躺着的正是女人解救的女孩，也是唯一见过凶手的证人。起初警察只想做个测试，没曾想女孩看到女人并不惊慌，而更多的像是多年未见的好友。警察鼓励女孩说出那晚的事，可女孩却选择了继续隐瞒。两人的举动虽然说明了一切，但警察也没有直接拆穿。离开病房后，警察询问女人昨晚是否在房间，
女人坚定地回答没有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。回到警局后询问地铁里的小伙，他告诉警方当时除了他和黑人祖孙，还有一个坐在角落的女人。黑人警察赶紧让小伙形容样貌，很快画像就被画了出来，但这种面相简直太过大众化，就此线索再一次中断。可警察还是独自来找女人，并给她看了一枚戒指。女人立马询问哪里找到的，警察表示是嫌犯女友想用她换钱，然后被他们抓了个正着。为此他来找女人去警局辨认凶手，虽然是隔着玻璃辨认凶手，但他依旧认得其中的3人。可女人并没有直接指认凶手，因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惩戒这帮死有余辜的恶人。随后他第一时间来到哈林区，询问当铺有谁见过这枚戒指。然而一个老板很快就认出了戒指，于是女人仅用1张钞票就获得了典当者的电话号码。紧接着他来到黑人聚集地，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的当事人。很快对方接了电话，同时女人也发现了当事人，赶忙紧随其后，询问她的男友现在在哪。对方认出了女人，将她驱逐在了门外。但很快女人收到对方的短信，不仅告诉了她地址，还传送了当时的录像视频。女人瞬间破防，同时也坚定了她要处决犯人的决心。为了给黑人警察一个交代，女人把相同的信息转发给了他，这也让警察感知了女人的计划。很快女人来到凶手家，也发现自己的爱犬被人占有。女人拿着手枪缓缓下楼，搜寻着人渣的踪迹。此时爱狗提前发现了她，男人刚转过身就被女人一枪直接击毙，剩余2人匆忙逃跑。为了找到剩余的2人，他让爱狗帮忙带路。眼看快要找到凶手的位置，他果断迂回包抄，直接跑在凶手身后开枪。如今还仅剩1人需要解决，女人跟随爱狗的叫声，慢慢潜入房子的内部，寻找最后一个人的身影。不料还是被凶手偷袭成功。就在他刚被钢筋卡住脖子时，黑人警察及时赶到，吓得凶手立马举手投降。可女人怎么会就此放过这个人渣？但警察举枪不断发出警告，让女人不要太过冲动，表示惩戒只有警察才有权利。他缓缓取下手枪，然后交出他自己的那把。凶手到死也没想到，女人要求逮捕自己，然而警察拿过他手里的枪，表示自己已经想好了报告内容。3个混混到处杀人闹事，先是公园买枪袭击超市，然后又在地铁内杀人，最后3人因分赃不均导致自相残杀，而他自己却凑巧撞在枪口，出于自卫才开枪杀了对方。至于眼前的女人，与所有的命案没有任何关联。至此影片结束，如有不解的请在评论区留言。